Hello，各位好啊！这个是我们北美生活系列的第一期啊。我在第一期里面呢，想先跟大家去聊一聊加拿大的小学的一些情况啊。那我想从这几个方面来聊，第一个是时间安排，还有第二个呢是内容安排啊。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先开个头吧。如果各位还有更多想了解的呢，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啊，我看我能不能尽量的去用回复或者在补拍视频的方式跟大家去分享。那首先说一下这个时间安排方面啊，对于上学的时间，这边的就是入校的时间是比中国大陆国内要晚很多的。一般来讲呢，都会在接近9点钟。那有些学校呢可能会是8点40、50这个时候，那甚至更有些呢会在9点15、9点20这样的一些时间。那这样晚的上学时间，其实在国内是很难想象的，因为我们是传统的农耕民族嘛，就是崇尚这种一日之计在于晨啊。但是其实如果你研究过一些教育或者心理学的话，你会发现一日之计在于晨这种说法其实是针对于农耕这样的情况来去说的，它并不一定适合于学习。我是看过一些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研究，就是有一些心理学家或者教育学家呢，就是随机的抽取2组学生，只是看有一批学生呢，让他们很早的就起来入学，比如说7点、7点半就要去上学，而有一些呢会延长到，比如说8点、9点甚至10点，然后一段时间之后看一看这2组学生哪一组的学习效率更高，学习的效果更好，精神更充沛，生长发育更好。那结果显而易见是晚上学的那一批，各方面都要优于上学时间太早的那一批。而事实也是啊，就是来到加拿大以后呢，基本上都是需要9点左右到学校就可以了。那这样呢，你早上睡到7点，有时候甚至8点起床，紧紧巴巴的，但是都来得及，而且距离大部分也都不远嘛。但是如果你想象一下，让你比如说我小学时候是7点半要到学校的，那基本上你如果是大城市，可能6点半起床就是不算早了吧。那这样其实对于家长来照顾孩子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并且呢，孩子在成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也会损失很多的休息时间，在学校的表现呢也就没有能够有充足睡眠的孩子那么的好。所以来到加拿大以后呢，我觉得针对孩子来说，这种比较晚的到校的时间啊，到学校的时间比较晚，我是非常喜欢且赞同的。那可能现在再让我那么早的叫孩子起床，也已经都不太适应了啊。这是从到学校的时间。那另外呢，在整个上学期间，孩子的在学校的时间安排里面，也有一个部分是我非常喜欢的，因为在要孩子之前，我也做过一些研究，因为自己本身呢也比较喜欢教育和心理学。那我就发现，其实对于特别是小学阶段的小孩子来讲，小学以下的小孩子来讲，其实他更需要发育的是身体，而不是智力。很多时候，比如说小孩子学文化课，你可能会觉得他数学课不那么灵光啊，或者是语文课的记忆力不那么好啊，可能更大程度上不是因为他学习不努力，而是真的因为他太小，大脑没有发育完善的结果。而怎么样才能够促进大脑更快的发育完善呢？经过一些研究，大量的研究证明，充足的睡眠和充足的运动，户外运动才是最好的促进孩子健康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比如说最近几年来非常多被越来越多的关注的多动症，其实你如果观察一下对于小孩子多动症的一些康复上面的研究吧，当然除了比较严重的要吃药以外啊，其实更多的就是让小孩子多参加户外的
锻炼或者是体育运动，这样反而会让他在课堂上有更好的集中精神的表现。那其实我不知道现在，但是以我80年代末那个时候在国内上小学的情况看来呢，其实中国的所有的学校，不光是小学普遍是不偏重户外运动的。而你会发现这样会造成中国人的近视的比率，像我也是近视眼，这个比率会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向低年龄去偏转。而你如果关注过一些健康领域的一些最新的研究呢，你会发现其实保护儿童的视力最重要的可能并不是说你少玩一点 iPad 呀，读书的时候要注意远离保持这个合适的距离啊，等等等等吧。这些重不重要呢？也重要的，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相关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已经不光定性了已经定量的给出大家结果了，就是每天要保证孩子至少2个小时的户外运动。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2个小时，每天2个小时的阳光下的户外运动，这个在国内其实还真的蛮难的。而在加拿大这边的小学，基本上这个数字不用家长来操心，因为只要不是天气不允许不是极度的恶劣的天气，其实下点小雨，他们也会安排孩子到户外去玩的。而且呢，每个学校在加拿大其实都有一个室内的运动场馆它这边统一叫 GYM， 就是供给孩子们在实在天气不好没有办法出门的情况下，也可以在一个室内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室内的篮球场地，就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孩子们可以在那里面去进行运动。那基本上只要他是上学的时候，都能够保证2个小时的户外运动。那这样呢，在他回家之后，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自己想偷懒休息一下呀，让他自己多看看 iPad， 懒得管啦，让我清静一会儿，那我也会相对的比较放心他的这个视力的问题。那当然这些呢，你也是需要更多的相信一些科学研究那比如说你看过了这个科研结果之后，你觉得这狗屁，我根本就不信那这你就按照你的来，因为每个家庭每个家长有自己教育孩子的一套习惯，其实旁人呢是不太适合去干预的。我在这边呢只是分享我个人的一些想法。那运气比较好吧碰巧跟加拿大这边的学校正好吻合，起码我刚才分享的2点在时间安排上是正好吻合的。那这个呢，我个人还是比较能够适应的。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分享一下他们的学习内容因为我们家的孩子呢，其实也刚刚上完了小学1年级，所以也就只有1年的时间。那我呢，也不是说能够特别的了解毕竟孩子送到学校里之后，他在里面干什么，我也没有办法一直详细的监控，而且在这边呢，也不会经常给你开家长会，基本上也没有家长会。唯一去学校的时候呢，就是在年中年末的时候去看孩子的唱歌表演那这种我也不知道他上学的时候都干点什么。当然呢，从平时他会书包里带回来一些他在学校的一些练习我是能够看得到的。比如说他有的时候会带回来一些画的画或者一些数学的作业这个是我能够看到的。但书包里面除了装一个水杯以外，冬天装一些衣服帽子以外呢，也就是会带一个餐盒，然后不是每天，偶尔隔3差5吧，会带几张纸回来，那个纸就是在学校做的一些作业吧。那也没有所谓的课本。那这个呢，我也是挺赞同的因为我的教育风格对孩子也是放养型的嘛那我也觉得其实在孩子小学这个年纪里面，不需要强行的去按照一个标准化的模式去灌输所谓的多少多少量的这个知识进去，还是按照每一个孩子他不同的成长轨迹去自由的成长和
顺理成章的水到渠成的去发展，这样会比较好。那当然这边是有语文课跟数学课的那语文课当然是英文课了，那数学课呢就是算术课，那肯定也是有的。但是除此之外呢，让我觉得比较惊讶吧小惊讶，就觉得没想到会教这些东西我还是希望能够分享给各位的。举个例子吧，这边因为孩子在放暑假之前会把一些不能叫课本，可能就是每一天在不同的课程上面做的一些练习，装订成一个活页夹，然后给带回来。那我也只有在这个节点，我才能够翻翻看一看，看看他们都学了哪些东西。那让我感触比较深的就是他们的科学课，有一个叫科学课。那这么小的孩子学科学学什么呢？比如他会学有一个实验，就是一个麻袋里面不透明的麻袋里面不知道装了什么东西，然后让小孩子进去手去摸，摸完之后呢，你不但要去写上你猜这个里面是什么东西，我想这个不是我最感兴趣的一个部分我最感兴趣的一个部分是它会让你写你摸到这个东西的感觉是什么，它是坚硬的、柔软的、粗糙的，还是你被扎了一下，还是你觉得软绵绵的、黏黏的，就是它会让你写这样的一些东西。那这个是我比较在意的那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些内容呢，可能在国内的教育体系看来，这都是没用的东西但是可能这又是跟我个人的教育方针比较吻合吧。那我觉得这个呢，在长远上来看，才是更有用的一些东西。这样会让孩子更加的了解自己的感受，并且你有了自己的感受之后，你才能够学会反思，来观察自己。有了这个，你才能够比较有内涵的，在未来比较有内涵、有内容的去表达自己。如果你连自己的感受怎么样，连自己的想法怎么样，你自己都不知道，那其实你到未来工作岗位，你是无从去表达自己的，你只能听命于领导嘛。那其实这一点也是我蛮在意的一个地方了。那还有一个我挺惊讶的，跟大家分享，因为我的工作原因和自己的性格原因，我比较会关注到弱势群体。那么大家知道我的频道更多的是分享科技而且主要做科普，跟 iPhone 相关的比较多。我也是超过10年的在 Apple Store 工作有这个经历的，所以 Apple 是一家非常注重辅助功能的公司，所以我个人呢在这方面也一直有关注，也有一些小小的研究。那让我惊讶的是，在孩子拿回来的这个活页夹里面，就有一页是写着比如说如果是我们叫失聪，就是聋人怎么办呢？他是做了一个就是像一个纸的小卡片，上面写着如果耳朵不好用了，然后把这个卡片贴在一个纸上，然后这卡片能够只贴一边嘛，它能翻起来。然后当你把耳朵不好用的这个卡片翻起来以后，你会看到下面写的是 sign language 就是手语那如果失明呢，那你翻开之后你会看到导盲犬这个导盲棒导盲犬，诸如这样的一些教育，我觉得让我还蛮惊讶，也蛮感动的。那从我个人的角度来去看，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些教育是会让人终身受益的。而并不是只是比较机械化的填鸭式的，让每一个孩子在离开学校之后都是一个统一的标准。当然这个可能也跟我常年在 Apple 工作有关系因为我在 Apple 工作的经历大部分也跟教育和培训相关。那其实我在工作当中公司提倡的也是走出这个培训的房间，我们希望的是每个人都不一样而不是希望每个人都一样。那这个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好，那今天呢，我就想从加拿大这边小学的时间安排以及它的内容安排，从我的一个视角给大家带来一个分享，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那还是那样，如果你希望跟我有一些互动，也非常欢迎关注和留言。我现在目前的订阅量的情况下啊，我会尽量的回复大家。好，非常感谢各位，我们下次再见。